Hello，大家好，我是笔记哥，今天来给大家简单讲一讲我从我的亲戚朋友那里了解到的大陆的一些营商环境的现象。好，我先说一个可能没那么积极的例子，然后再讲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例子。如果你是台湾朋友或者海外华人朋友，想要回到中国大陆做投资创业什么的，希望我提供的信息呢，能给您一点参考和帮助。其实在大陆的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大中小企业嘛，那特别在沿海城市地方呢，就有蛮多有钱人了，讲白了，他们做企业有的也做得很大，那他们就去考察各地的营商环境，从而就得出了一些他们的结论，基于他们的观察、实地的了解、探访等等。那在我所在的省呢，就相对的不是中国大陆最好的，它确实有一些不足的或者说负面的现象。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企业在这里做生产经营，但是呢有一些公务员或者怎么样的公职人员啊，他们比如说有的时候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和便宜。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公安局的民警啊，他就到这个企业。大概是在快要11点、12点的时候啊，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地方，坐在那里啊，所谓的交流聊一聊。那实际上呢，就是希望企业家能够请这个公安人员吃个饭嘛，说请吃饭。那他也不会明说，但是你出于本能的地方的文化，你知道说只有手上有一定权力的人嘛来了，那你这不能得罪他，或者说不能让他觉得不爽，是吧？一般都会请他吃个饭啊。不单单是我所在的省也有其他的，我看一些料和其他一些网友朋友讲的，其他省份也有这样的现象。他们公务员内的行话啦，就叫做说有的时候你要吃一下商人，来补充一下政府财政的不足，或者说他也没那么高的高度，他可能就是想吃一下商人，补充一下自己的不足，或者说自己想要吃一顿或者怎么样啊。好，这是那个不太好的现象。那也有好的现象，我们讲一下之前被很多沿海的企业家他们评为中国 No.1 的经商环境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大陆的浙江省。那浙江省浙商其实是很有名的之前有义乌小商品批发很多人也知道温州经济是将数一数二，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那我们讲的不是商人我是讲营商环境，讲这个政府在市场经济在商业当中的作为。浙江省呢，他们的政府公职人员是非常的讲法理，讲契约精神，按照相对应的法律行政法规来办的他们的政府呢，就相当于是做成了一个服务型政府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那这些沿海的一些别省的企业家到浙江去考察的时候，就发现这当地的政府官员真的是很温暖这个企业家的人心。他们比如说去开办工厂搞建设，那这些政府相对应的对接的这个官员或者办事人员很替企业家着想，企业家能想到的他们都想到了，企业家有的没想到的，比如说万一你这个工厂里发生停电什么的这些相应的政府办事部门都还替这些企业家准备了备用发电机，等于说都是贴心的妈妈一般的关怀和服务，就是希望这些企业家能够安心在我浙江省的范围内，你好好的做生产搞建设。那当然你上缴的税收嘛，税利也都能够让我这个省的发展能够获利。所以我不得不佩服这浙江的这些领导班子他们是很有头脑的，他们的态度各方面，从我的这些朋友的反馈来看是非常积极的非常值得点赞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让台湾的和海外的朋友也了解一下，这中国这么大这不同省区它的这个行政团队的执政能力水平也确实是有高低差异的那浙江是被评为 No.1，这些企业家确实都很高兴，他们通过实地的考察，那发现这里营商环境很好，自然也就愿意留在浙江继续办他们的工厂有所发展。那这就是大体上我通过我的跟朋友吃饭聊天所了解到的一些现象营商环境的现象。那好，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也问个问题吧，问台湾的朋友，那台湾朋友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讲一讲，你觉得台湾目前的营商环境是怎么样的，有什么好的？那我知道台湾很多指标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排行前列的，你们可以讲讲好的，你们也可以讲讲台湾营商环境当中不足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毕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节目嘛。好，那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